猫妈妈有2个孩子，大的叫妙妙，是姐姐；小的叫咪咪，是弟弟。猫弟弟咪咪是爱睡懒觉的，猫妈妈和猫姐姐妙妙早就起来了，它还钻在被窝里睡，不肯起来。猫妈妈打开窗子，太阳光就笑着跑进来，把屋子里照得金光透亮。猫妈妈回过头来，对着猫弟弟的小床叫道：咪咪，时候不早了，快起来吧。猫弟弟伸个懒腰坐起来，他赶快洗了个脸，就跟妈妈姐姐吃早饭了。这是个春天的早晨，天气很好，各色各样花的香味从田地里，从山坡上，一阵一阵地飘进屋子里来，真香啊。猫妈妈说：我们到小河边去钓鱼吧，你们快把钓鱼竿拿来。他们就扛着一根钓鱼竿，到小河边钓鱼去了。小河里的水碧清，几只鸭子在游来游去找东西吃。他们看见猫妈妈带着2个孩子来钓鱼，就让开了向别处游去。猫妈妈帮着猫姐姐、猫弟弟装上鱼食，把钓竿放到小河里，叫他们静静地等着，不能说话，也不能跑开。猫姐姐跟着妈妈站在老地方不动，猫弟弟拿着钓竿站了一会，看看没有鱼游过来，他就换个地方，等了一会，又换了个地方。这个时候，猫妈妈钓到一条小鱼了，猫姐姐也钓到一条小鱼了，就是猫弟弟没有钓到鱼。猫弟弟等着鱼游过来，他决定不再换地方了。他看着看着，有个红蜻蜓飞来了，恰好停在他的钓竿头上。他把钓竿轻轻地抽回来，想捉住这个红蜻蜓。碰巧有一条小鱼正在吃鱼食，他的钓竿一动，小鱼吓跑了，那个红蜻蜓也飞开了。猫弟弟想想，真有点可惜，要是不捉那个红蜻蜓，那条小鱼就钓到了。这回他坐在草地上，要好好钓鱼了。一对蝴蝶从山坡上飞过来，就在一丛紫云樱花旁边飞着转圈。猫弟弟看看这对蝴蝶真美，金黄的颜色，多漂亮啊！猫弟弟放下钓竿，悄悄地跑去捉蝴蝶了。蝴蝶飞到哪里，他追到哪里，越跑越远。他一直跑到山坡那边去了。小河旁有只大青蛙，他看得很清楚，看到猫弟弟不好好钓鱼，很生气。他想，让我来想个办法。大青蛙扑通一声跳进小河里，在河底找到一只烂草鞋，轻轻地挂在猫弟弟的钓钩上。猫妈妈看到猫弟弟跑得老远，就喊他：咪咪，你上哪去了？快来钓鱼。猫弟弟跑回来了，看到妈妈和姐姐钓起好多条鱼。这时候，猫姐姐又钓起一条大鱼来。猫妈妈说：你看，妙妙又钓到一条大鱼啦，你呢？我也能钓到一条大鱼。猫弟弟说着去看自己的钓竿，哈，钓竿上的线都沉到水底里去了。他赶快拿起钓竿，觉得挺重的，就大喊起来：一条大鱼，一条大鱼。可是提起钓竿来一看，原来是只烂草鞋。猫弟弟狠狠地把烂草鞋扔进小河里，低着头不说话了。他多害臊啊！大青蛙在小河对岸咯咯咯地大笑。他说：小猫小猫，你真糟糕，钓不到鱼，想想害臊。大青蛙还想说些什么，猫弟弟气得冒火了，捡起一颗小石子扔过去，
大青蛙扑通一声又跳进小河里了。时候不早了，该回家吃午饭了。猫妈妈叫他们收起钓竿回家。猫姐姐提着一大串鱼，猫弟弟连一条小鱼也钓不到，又给大青蛙笑话，他心里可真不高兴。吃饭的时候，猫弟弟想多吃点鱼。猫姐姐说：“你钓鱼不好好钓，吃鱼倒想吃得多。”猫弟弟撅起嘴巴，快要哭出来了。猫妈妈说：“咪咪，你吃吧，以后要好好钓鱼，不要光爱玩。”这一顿饭吃得真香，鱼的味道鲜极了。猫姐姐钓起来的那条大鱼晒鱼干了，鱼干也很香，很好吃的。可是猫弟弟钓的鱼在哪呢？啊，一条小鱼也没有。猫妈妈和猫姐姐都去睡午觉了，猫弟弟不想睡，他跑到院子里去看那条大鱼干。他心里想：妈妈姐姐都钓到鱼了，我没有钓到，不钓鱼哪有鱼吃呢？我要钓一条这样大的大鱼。猫弟弟拿起钓竿，独自跑到小河边钓鱼去了。猫弟弟钓着钓着，小鱼大鱼都没有来吃鱼食，还是没有钓到鱼。他想回家去，想想又不好，没有钓到鱼，怎么能回去呢？有一只大白鹅游过来了，对猫弟弟说：“小猫，小猫，你真是一只好小猫，现在还要来钓鱼，你钓到鱼没有？”猫弟弟摇摇头不说话。那你一定能钓到鱼的，说不定能钓到一条大鱼。大白鹅说着，往前游去了。猫弟弟站在老地方，看住钓竿一步也没有走开。过了没有多久，钓竿上的线全都往下沉了，钓竿也动起来了。猫弟弟赶快提起钓竿往上挥，怎么也挥不动，钓竿都弯了，一定是条大鱼。他独个力气小，拖不起来，急得不得了。忽然后面有谁在叫他：“弟弟，你别钓鱼啦，妈妈叫你回去。”猫弟弟喘着气说：“姐姐，你快来帮帮忙，我钓到一条大鱼了。”猫姐姐帮着猫弟弟把一条大鱼拖起来，大鱼啪啪地拍打着尾巴，躺在地上，一下子又蹦起几尺高。猫弟弟赶快跑过去捉住它，他两手提不动，猫姐姐就帮他抬起来。他们抬着这条大鱼跑回家去了。猫弟弟真的钓到一条大鱼啦！记得点赞关注哦。